Hello， 大家好。在台湾呢，过敏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务院就有指出，有将近一半的小孩会在5岁之前被诊断出至少一种过敏疾病。那就算不说台湾，在美国最近这几年来，因为过敏而进急诊室的人大概增加了400%，每3分钟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食物过敏而进急诊室。所以其实过敏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因为过敏实在是一个大哉问，所以我们今天特地请了免疫学的专家来到现场，阿丁博士。大家好，丁丁是个人才。那我跟阿丁博士其实私底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其实拿的是病理学的博士，不过他的专攻是在免疫学这个方面。那因为免疫这个东西呢，实在是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今天会重点着重在食物过敏方面的免疫疾病，分成上下2集。第一集是小儿过敏，下一集则是长大之后为什么成人会突然之间海鲜过敏。那我们独立讲这种小儿过敏的原因是，其实小孩子小时候对食物过敏，很有可能影响他人生一辈子，对各种东西都会过敏哦。所以小孩子的过敏是一个比较需要认真对待的议题。那阿丁啊，其实我以前呢一直都觉得食物过敏没什么，来到美国看到有那种 no nuts zone， 才真的觉得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耶，对不对？对，台湾人可能不知道，但美国的学校都会有一个地方是不能够有任何坚果带进去的，因为其实很多美国小孩会对坚果过敏，甚至只要空气中有一些坚果的粉末什么，就可能会引发他们哮喘送急诊，真的很严重。对，主要是就像你刚刚说的，过敏这十几年来，食物过敏的盛行率越来越高，而且很多美国小孩是对坚果过敏。那最常见的就大家都知道是花生，他们是过敏是连空气中的粉尘吸到都会有影响，不只是吃而已，所以需要完全没有nuts在环境里面。但是不是通常对花生过敏的小孩都是 Caucasian？ 其实不是哦，不是吗？对，大部分人都觉得过敏，食物过敏大部分都是高加索人或者白人的疾病，但事实上不是。最近在2014年呢 Allergy 这个很有名的期刊呢就有发表，在澳洲那边他们研究同样都吃澳洲的饮食嘛，那如果父母是亚裔跟父母是高加索白人的比较，反而亚裔的小孩反而比较容易对 peanut 对花生过敏。所以其实 Asian 还是有可能对花生过敏的可是好像很少听到人家在讨论这样的案例。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来做这一集，主要是要希望增加大家对食物过敏的意识 awareness。那这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通常你听亚洲父母在意的都是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很少有亚洲父母担心自己小孩食物过敏的。是不是前阵子那个 Uncle Roger 有一个很有名的段子，他就说 food allergy， 这个亚洲爸妈就会觉得你们这些都是因为 too weak，你们太废了，所以才会对食物过敏。但事实上，食物过敏是真的，是一个医学上面被 recognize 的事情。食物过敏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听到大家说过敏体质，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常常有过敏的小孩，他会一处过敏，接下来就过敏就发生在好多地方了。食物过敏是最容易早期发生的，学术上叫它 atopic march， 通常是最早是从食物过敏开始。接下来呢是呼吸道的过敏，青少年时期容易是过敏性鼻炎之类的。如果小时候有食物过敏的小朋友的话，他长大一点后有 rhinitis 就是过敏性鼻炎的机会呢，大别人2到3倍。为什么会互相影响？为什么我的肠胃会影响到我的皮肤跟我的鼻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现在我们非常流行的一个学说叫黏膜免疫学，就是我们的肠胃道还有呼吸道还有皮肤，这都是黏膜的地方，是身体接触外面抗原的地方所以会有一套免疫系统，它们互相会影响。所以他们实际上皮肤跟肠道虽然没有粘在一起，但是学术上却发现他们是互相影响的，会对有很类似的免疫的反应。所以现在会看到一些广告说吃肠道益生菌可以改善皮肤跟鼻子过敏，其实是有根据的耶。学术上有现在这样子的假说跟正在研究的方向。说成白话文就是你没有办法为市面上的产品做担保没有你没有办法保证市面上那些益生菌真的有用，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说法存在。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实验室之前做的研究在这边提供给大家。这个研究的开始是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医院跟医生都发现乡下的小孩比养在城市里的小孩不容易
过敏。那对，这个是很多地方都发现的事情。那包括我自己以前的实验室在跟医院合作，也发现家里有养猫狗，脏脏的小的环境养大的小孩比较不容易过敏。那可是这件事情只是相关性，只是 correlation 不是 causation， 不能作为证据。对，不能作为证据，所以需要更多基础研究。所以呢，我以前的老板呢就很异想天开的，他决定做这个研究，他把他家里的灰尘扫一扫。那他家本身有养很多条狗，所以他家是有养狗的灰尘组，然后跟他邻居家是没养狗的灰尘也扫一扫，然后当然也是经过过滤，是变成很小的粉尘。喂给老鼠吃，对，喂灰尘给老鼠吃，老鼠好可怜啊。对，然后接下来呢，喂完了以后，你 challenge 就是给他们过敏源，我们用的是蟑螂 cockroach antigen 看他会不会呼吸道过敏。结果发现喂家里有养狗的灰尘的那一组呢，比没有养狗的灰尘那一组不容易过敏。所以以前人讲的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不是好像蛮有道理的啊？你如果喂小孩吃灰尘，他长大就不会对猫狗过敏。我们没有要在这边教大家喂小孩吃灰尘哦，这样故事还没结束，但这不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了，对不对？不可能把小孩抓起来吃灰尘，他自己会吃啊，你也不用喂他。但是这样不是科学，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到底为什么这样会发生嘛？我们的假说是，你喂灰尘给老鼠吃以后，老鼠的肠道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就是比较喂猫狗灰尘跟没有猫狗灰尘的组，发现老鼠肠道里面多了一种菌叫做 Lactobacillus johnsoni。所以其实是因为这种肠道菌改善了肠道里面的环境，所以才影响了过敏的免疫反应。这是假说，那如何证实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就要去只喂老鼠那只 Lactobacillus johnsoni 跟喂其他只已知不会帮助的 Lactobacillus 比较，发现呢那喂 johnsoni 的老鼠比较不会呼吸道过敏。所以我们已经确定，就是因为这种益生菌的存在，可以让吃了这种益生菌的老鼠不会对猫狗过敏。对，现在是目前在老鼠实验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结果。肠道的环境来改善你的体质而预防过敏的概念，并不是全新的。像我之前知道宝山医院的老师就曾经想着，是否有这种逻辑？那他的想法就是，他可以做基因转植番茄，在番茄里面转植尘螨的过敏源。有尘螨过敏源的基改番茄，听起来也太好吃了吧？可是这套逻辑其实是免疫的学说支持的，然后那希望这些小孩吃进番茄了以后，他可以对免疫系统对于尘螨有耐受性，以后就不会呼吸道有尘螨过敏。对，但是很可惜这个想法，因为就像琪姐刚刚笑了，尘螨基改番茄，对，太谁要买啊？太 crazy 的话没有继续下去。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个很有机会这个 idea 成功很好，对，所以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对食物过敏？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原因现在未明，就是不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啊？就是其实有很多人科学家很努力在做研究，希望知道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养的环境，就养在乡下 versus 养在城市，这个是一个假说，就这是一个观察。那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住的环境是住的环境要有很多多元的不同的过敏源，所以家里不能太干净。这样对是这个意思，但是讲的精确一点，就是说要有一个很多样性的环境。常常带小孩出去大自然走走，我是不打扫，不能不打扫。那刚刚有讲到有益生菌，所以也有可能是肠道益生菌的关系。对，那这件事跟环境多样性其实是有关的，就是他们的想法是说，譬如说如果你吃西化饮食，你的肠道多样性会减低。可是如果你在生活成长在一个很多样性很高的环境，有接触土壤、大自然，然后又有家里，这样子肠道的多样性会增加。那既然我们知道小孩子如果对食物过敏，很有可能他长大也会有皮肤、呼吸道的过敏，有没有办法从小就开始治疗？对，这也是很好问题。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常见的小儿的几种过敏源，对蛋、对奶跟对花生这几个比较常见，是很困扰啊。像蛋过敏的话，大家每天都在吃蛋，那怎么得了？对蛋有人对蛋过敏？有，很可怜的。其实每9个就有1个，也太常见了吧？对，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件少见的事。可是到处都有蛋啊。对。
那怎么办？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 trial 是他们尝试把蛋加入烘焙的食品里面，然后烤过，然后给小孩从非常在0.1克的蛋开始吃，慢慢增加剂量，然后最后能够训练他的免疫系统，让他不再对蛋过敏。哦，就是慢慢的越吃越多就习惯了这样子。对，那所以我可以喂蛋过敏的小孩吃蛋吗？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咨询你们的小儿科医生哦。这个东西呢没有办法在家做，因为你必须要监控，所以有可能从一开始吃一点点蛋，越吃越多去治疗，但是不能在家自己尝试。对，不能在家自己尝试，要在医疗院所进行。那再来讲到牛奶的部分，牛奶也是一个小孩常见的过敏源，那一样也有类似的 trial， 你可以借由烘焙啦，或者是加热啦。为什么要烘焙加热？直接喝不行吗？不行，就是直接喝的生乳就是特别容易过敏，所以经过烘焙加热这种处理了以后，可以减低它的致命性。哦，所以就跟疫苗是有点类似的，让它变得比较弱，然后让你的身体先接触这些比较弱的过敏源，就有机会慢慢的习惯它。对，但是牛奶这边要提醒大家，牛奶的过敏有比较复杂，你有可能是真的是对牛奶过敏，有产生抗体 IgE 这种，但你有可能只是对里面的乳糖不耐，或者是对牛奶里面的蛋白不耐，那这些东西都要去找医生来诊断，就是特别了解到底是对什么。最后一个就是花生，对不对？对，花生真的会致命，真的很严重。对，很严重的。在美国这几年特别大家有发现这件事情。美国这么多花生，对不对？可是有小孩对花生过敏，而且跟牛奶和蛋不一样的是，花生过敏很难，我们叫 outgrowth， 就是随着成长过程中你就不再过敏了。其实你对蛋跟牛奶，你有时候不去理它的话，小孩长大了他就不会对蛋牛奶过敏了。哦，可是花生不一样，它会live through， 就是一辈子都对花生过敏。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对，而且是不是不只对花生，对所有的坚果都过敏？就对其他坚果就更容易过敏啊，好可怜哦。对，所以才 nuts free 嘛，就是不是只有没有花生而已。那这样怎么办呢？好消息是今年FDA 核准了第一个花生过敏的用药。那其实那个药的逻辑跟刚刚那些实验其实差不多，它那个药其实就是花生的萃取物啊，所以也是一个弱化的花生过敏源。对，但它那个药不是你吃了你就再也不过敏，而是以后不会对花生产生过敏性休克。你还是不能吃，只是不会死。是翻译成白话文是这个意思对吧？对，就是你还怕被观众骂。对啊，就是你吃了以后呢，就不会有那么强的过敏反应，需要到送急诊。我发现刚刚你讲的所有的过敏反应都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其实我可以从比较弱的过敏源开始接触，而且最好提早训练，对不对？对。所以是不是真的要让小孩子从小接触比较多猫猫狗狗或是脏的东西，会比较好？不要把家里弄得太干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小孩子最好在泥巴里面养，是这个概念吗？也没有那么泥巴里面啦，没有要对小孩这么差。但是这是目前的学说，我们叫 hygiene hypothesis 卫生假说嘛。接触各种感染或者是各种过敏源，从小就接触的话，反而免疫系统会提高它的耐受性。有很多研究呢，也慢慢的发现，就是如果你小的时候有接触过敏源的话，长大过敏的情况会减低。像我这边就举一个 paper 就好了，它是在2014的 Jackie 收集小孩子家里的灰尘，然后他们发现灰尘里面有猫啊，有蟑螂啊，过敏源的小孩，如果他在1岁以前就接触这些过敏源的话，他长大呼吸道过敏的情况，像 wheezing 跟 rhinitis 鼻炎的情况会减低。哦，所以如果我家里面有蟑螂，小孩长大反而不会过敏性鼻炎，是这个结论吗？这都下得太快了，琪姐。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有这种correlation， 有这样的相关性。我们的确有发现这样的相关性，但我们不能跟你保证你家很脏有蟑螂，你的小孩就不会过敏性鼻炎。对，只是我们的确存在一个假说是，如果家里面的过敏源比较多，小孩子长大过敏的几率的确是比较低的。对，而且几岁接触非常重要，要在非常早的时候，长大了就没有用了。对。现在接触蟑螂也来不及了。对，我们现在接触已经来不及，我们免疫系统已经不受教了。好，又到了我们今天说结论的地方了。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其实小孩子
从小接触一些过敏源，的确有可能长大的过敏几率比较低，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此强调说，这目前为止只是一个假说的阶段。但是目前学术界的确有这样的说法存在的。那我们下一集则会探讨为什么大人长大了之后会突然之间过敏，对海鲜什么的过敏呢？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麻烦订阅我的频道，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让我们知道这个主题很受欢迎，这样我可以再去找阿丁博士聊更多过敏的话题。阿丁博士其实不想要再做更多话题，没有，很高兴，太累，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啦，但就不希望大家有错误的。不可以 jump to conclusion。对，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对过敏，希望大家对过敏这件事情有意识。然后你发现自己过敏的时候，希望大家要去找医生，然后找出原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以为今天的结论是我今天不用打扫家里，不行啊！你没听到我们免疫系统已经不受教了吗？就算家里再脏，我们也不会改善过敏的反应，来不及了。Too old， Too old， 过3岁就没救了。